八卦它更像是一套古人用来理解和归类整个世界的一套非常深刻的系统。先来玩个小游戏，猜个谜。你看看屏幕上的这些东西，想一想，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共同点？你看啊，有狮子、金币、你的父亲，还有一面镜子，这几样东西放一块儿，是不是觉得八竿子打不着？嘿，但你别说，在一个古老的系统里，它们还真就都属于同一个类别。那这个答案呢，就藏在一套古老的中国智慧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什么呢？就像一个给咱们整个现实世界量身定做的一套宇宙级的文件归档系统。这个系统就是八卦。没错，刚才我们看到的所有东西，狮子、金币、父亲、镜子，它们全都属于同一个分类。这个分类就是代表天的乾卦，这个符号3杠，念乾坤的乾，是不是一下子觉得哇，有点意思了？那这8个听起来很厉害的宇宙级标签，它们到底都代表了什么呢？咱们就来一个一个的看看，了解一下每个卦的核心性格。咱们先从最基础、最重要的2个开始，乾和坤。你可以简单的把它们理解成阴和阳这2个概念的终极代表。乾卦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乾，它是纯粹的阳，代表着那种创造的、主动的力量。你想想，就像天空，就像父亲。那跟它对应的就是代表地的坤卦，坤，它是纯粹的阴，代表着包容、承载、支持，就像大地和母亲一样。这里有个特别简单的记忆方法，一提到乾卦，你就去想所有那些圆的、硬的、高贵的或者特别雄伟的东西，就往这个方向去联想。那坤卦呢，正好反过来，你就想那些方的、软的，从土地里来的，或者能承载万物的东西，比如说像布匹、棉花，甚至咱们坐的椅子，都跟坤卦有关系。这么一想，是不是就清楚多了？除了乾、坤，其他的卦也一样，都有这种简单的记忆诀窍。比如说代表火的离卦，念离，你就想所有红色的、明亮的，或者有个特别有意思的，有硬壳的东西，比如乌龟、螃蟹也算。然后是代表水的坎卦，它对应的就是潮湿的、黑暗的、有点危险感觉的东西。还有代表雷的震卦，震，它象征着运动、生长，充满生命力。最后这个代表泽的兑卦，兑，就跟喜悦、开口笑能发出声音的东西有关。你看这套系统就是这样，用几个核心标签一下子就把世间万物给网罗进来了。好，我们刚才说的还只是这些标签最核心的意思。那问题来了，这些看起来挺简单的标签，是怎么扩展成一个能描绘生活万物的一个超级精密的系统的呢？这么说吧，它简直就是一本咱们现实世界的使用说明书。咱们还拿乾卦来举例子，你看看，就这一个简简单单的符号，它能涵盖什么？天气里的天空、冰雹，地理上的首都、高地，人物里的父亲、君主，甚至身体的头部、骨骼，动物里的马、狮子，还包括了婚姻、事业、食物、疾病等等等等。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覆盖范围真的是广到有点不可思议？最关键的是什么呢？这些对应关系可不是瞎说的，它背后全都有着非常严密的逻辑。你想啊，为什么头和骨头属于乾卦？很简单，因为它们是人身体上最高也最坚硬的部分，对吧？那为什么季节上对应秋天呢？这就涉及到五行了。因为在五行理论里，乾卦的属性是金，而秋天恰恰就是金气最旺盛的季节。你看，环环相扣。咱们再来看坤卦，一对比就更清楚了。坤卦代表母亲、农夫，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有那种滋养支持的特质。它对应身体的腹部、胃，这也好理解，因为这是我们吸收营养的地方，就像大地一样，是根本。那食物呢？牛肉啊、谷物啊，各种根茎蔬菜也都是坤卦，因为它们都来自土地，为我们提供营养。所以你看，这绝对不是随便乱分的，这套系统背后是有着非常严谨的思考和观察的。
那么这套系统如此严谨，它背后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是什么东西在支撑着它运转呢？关键的来了，咱们这就来揭晓让这一切成立的3大核心原则。这3大支柱其实就是阴阳原则、五行原则，还有一个叫象数原则。这3者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整个八卦分类系统的思想地基。咱们先说第一个阴阳原则，这个最简单也最基础，它就是把所有东西先分个阴阳属性。你看，像乾卦、震卦这些就属于阳卦，它们代表的是主动的、向上的、刚健的力量；而像坤卦、巽卦这些呢，就属于阴卦，代表的是被动的、包容的、温柔的特质。这是第一层分类。好，第二层逻辑就是五行原则，这个大家可能更熟悉一点。八卦里的每一个卦，它都有一个对应的五行属性。这么一来，万物之间就通过金木水火土建立起了一张巨大的关系网。我举个例子啊，离卦是火，乾卦是金。按照五行的说法，火是克金的，对吧？所以呢，在很多实际应用里，代表夏天的离卦就会对代表秋天的乾卦产生一种克制作用。你看，这逻辑链条就串起来了。最后这个第3个原则叫象数原则，说白了就是取象比类，看图说话。这个原则特别直观，就是看一个东西长得像什么，或者它的功能像什么，就把它归到哪一类。比如说天，也就是乾卦，给人的感觉是圆的，所以呢，圆形的镜子它就属于乾卦。再比如火，也就是离卦的特点是什么？是外面光明，里面是空心的。那么螃蟹这种外面有硬壳，里面是软肉的东西，是不是就很像？所以它就属于离卦。这个联想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好，了解了这3大原则之后啊，我们也许就能换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待八卦了。它真的不只是一种用来算命、预测未来的神秘工具，更重要的是，它是一套非常强大的，能帮我们认识世界的思维框架。其实就像资料里总结的那样，这套系统的本质是一种认知工具，而不是什么固定教条。我觉得呀，这可能才是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最重要的一个收获。那这套认知工具能教给我们什么呢？我觉得至少有3点。第一是整体思维，让你明白世界上所有东西都是相互关联的，不是孤立的。第二是类比思维，训练你透过现象看本质，在不相干的事物里找到联系。第三是动态思维，让你知道所有事情都在变化，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你想想，这几种思维方式，就算放到今天，是不是也超级有用？好，那咱们今天聊到最后，也给你留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如果现在就让你用这8个标签乾、坤、离、坎，用它们来给你的世界分个类，你会怎么分呢？想一想你的工作、你的爱好、你身边的朋友，甚至你今天的心情，它们分别属于哪个卦象呢？这会是个非常有意思的思考练习。